第81集。林秋实回到别墅没几天，就接到了自己朋友吴奇的电话。在电话里，吴奇表示强烈怀疑林秋实是不是被传销组织控制了，还说自己一定要过来看看。如果林秋实不同意，他就选择报警。林秋实无奈，他把这件事情给阮南竹说了一下。阮南竹居然很轻易地同意了林秋实的要求。但是我不建议你告诉他这些事情。如果你不想被送进精神病院的话。之前有这样的例子。阮南竹指了指楼上正在和程千里吵架的易曼曼。我们亲自接出来的。后来林秋实才知道，易曼曼住进别墅不久之后，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家里人。结果家里人一直认为阮南竹他们是个软性的传销组织，为了不让易曼曼误入歧途，居然把她关进了精神病院。后来还是阮南竹联系人把易曼曼给放了出来。林秋实没想到这件事情还能这样。不过话说回来，要是有人和他说起了这件事儿，他80%也不会相信。那好吧，我考虑一下怎么和他说。阮南竹嗯了一声，沉默片刻之后，他又问：你父母那边不需要解释一下吗？没事的，我家庭关系比较大。阮南竹这才点了点头，走了。林秋实小学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各自组建了新的家庭。他从小跟着奶奶长大，后来上大学的时候，奶奶也去世了，就几乎没有了任何牵挂。这也是林秋实选择留在这座城市的理由之一，因为他对于所谓的家乡并无留念。几天之后，吴奇找了个周末，真的跑来林秋实所在的别墅。他来的时候好像还带了防身的东西，然后一脸怀疑地跟着林秋实进了客厅。别墅里，陈飞他们都是知道林秋实的朋友要来的，见到吴奇一脸警惕地走进来，大家不由得有些想笑。程千里这货是真的皮，吴奇一进来，他就冲到门口把门关上，然后对着林秋实说：你怎么现在才把人带来？哎呀，我们这儿啊，就讲究发展下线。哎，朋友，了解一下。吴奇面露狐疑，林秋实哭笑不得。好在这个时候，程千里的哥哥及时出现了，他上前揪起程千里的耳朵，面无表情的转身就走了。走之前还给林秋实道了歉。不好意思，我忘了把我家傻子关起来了。程千里疼得哀哀的直叫唤，但是他又不敢反驳，眼泪汪汪委屈巴巴的被他哥哥拎上了楼。这时候吐司跑过来，在旁边一边撒欢一边嗷呜嗷呜的叫着。吴奇，那是我朋友，他开玩笑呢。这几位都是我的室友，这位是我的朋友吴奇。陈飞、易曼曼他们友好的和吴奇打了个招呼，便做自己的事情去了。吴奇观察了一圈，在这房子里似乎没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他还是有些不放心，坚持要到楼上去看看，还问林秋实：你们平时上不上课？不上。怎么会上课呢？这里真的不是传销。真不是？那你怎么快1个月没和我联系了？我不是生病了吗？在 ICU 住了一段时间。其实正常情况之下，他那个症状不在病房里躺个3、5个月肯定是出不来的，但或许是门改变了他的体质，林秋实恢复得特别快，1个多月的时间就出院了。就连他的主治医生都啧啧称奇，说林秋实简直是医学史上的奇迹。他问林秋实有没有兴趣参与医学研究，林秋实态度坚决地推辞了。主治医生对此表示非常的遗憾，还让林秋实如果改变主意一定回来找他。林秋实只能苦笑。吴奇一听说林秋实生病，当时就火了。啊，你生病了为啥不告诉我？林秋实，你还当不当我是朋友啊？林秋实自知理亏，赶紧告罪，说了好久才让吴奇没有那么生气。
两个人正在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话，客厅里的大门却是又开了。阮南竹从外面回来，身后跟着一个年轻男人。男人看起来20多岁的样子，长了一张娃娃脸，看起来非常的可爱。陈飞问了一句：阮哥，这是新人？张冕。阮南竹简单的介绍。张冕的性格似乎非常开朗，他微笑着和众人打了招呼。阮南竹吩咐道：陈飞，你先上去给他上课。好。陈飞答应了一声，站起来领着新人上楼去了。林秋实的注意力本来还在新人的身上，结果突然觉得阮南竹和陈飞的对话似乎哪里不太对劲儿。他扭头一看吴奇，发现吴奇一副果然是这样的表情，还悠悠地开口说：你不是说这里不上课的吗？哎呀，这要怎么才能解释清楚呢？就在林秋实百口莫辩的时候，阮南竹却是朝着他们的方向走了过来。他停在了吴奇的面前，对着吴奇伸出手说：阮南竹。吴奇身高1.76米，在接近1.9米几的阮南竹面前毫无气势，被压得死死的。他握住了阮南竹的手，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吴奇。我是林秋实的朋友，会好好照顾他，你不用担心。阮南竹非常自然地说出了前面的一番话，之后微微扬起下巴。也欢迎你来这里玩。好。阮南竹说完，转头看了一眼林秋实，对着林秋实点点头，便转身离开了。吴奇看着阮南竹的背影，半晌没有说话，最后憋出了一句：我算是相信你没有再搞传销了。你这就信了？对呀，长成那样的人需要搞传销吗？那你是觉得我长得不够好看？你再好看也就是个正常水平，他那样的人放哪儿不是宝贝啊？林秋实发现自己居然无法反驳。阮南竹的长相和气质的确不同于常人，如果硬要形容，那当真是一尊像玉雕的人像一样，眼角眉梢皆是画，美人如玉，气势如虹。虽然过程莫名其妙，但好歹是打消了吴奇心中的疑虑。为了为自己的失踪道歉，林秋实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饭，招待吴奇外加别墅的人。和阮南竹一起来的新人也坐上了桌子。他的性格十分外向，好在似乎陈飞和他打了招呼，他没在吴奇面前问出什么不该问的问题。吃完饭之后，林秋实送走了自己的朋友，也在心中松了口气。他知己寥寥啊，吴奇就是其中之一。林秋实自然不希望因为一些小事和吴奇产生间隙。送走了吴奇之后，林秋实这才有功夫和新来的张冕说了点话。他了解到张冕也是第一次进门，并且和他一样遇到了阮南竹，而阮南竹显然是趁着他养病的这段时间又进了几趟门，只是不知道他这么频繁地出入门内到底是为了什么。林秋实猜测，这或许和阮南竹的第11扇门有些关系。第82集。张冕的性格似乎非常外向，配上那张娃娃脸，更是亲和力十足。他笑起来露出嘴角边的2个小酒窝，看起来分外的可爱。屋子里的人对他的态度都十分亲切，除了程千里。我一点都不喜欢他。张冕来的第2天，程千里就找到了林秋实，嘟嘟囔囔，嘴里一个劲儿的碎碎念着自己的不满。为什么不喜欢？林秋实对张冕的印象也不错，
你没发现他来了之后，阮哥就只带着他了吗？他都不带我们了。林秋实沉默片刻，程千里眼巴巴地看着林秋实，渴求他的认同。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不是，不带我们不是件好事吗？你难道还想经常进门？好像还真有点道理啊。不过阮南竹对张冕的确是挺特殊的，1周之内至少带着他进了3、4次门。张冕也适应得不错，很快就适应了门内外的转换。至于林秋实，阮南竹只是叮嘱他好好休息身体。从外人看来，阮南竹肯定是想培养张冕，才带着他这样冒险。但是林秋实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儿，一时间又无法找到那个违和的点。某天早晨，张冕突然和林秋实打了个招呼，委婉地问林秋实：哎，组织里还有没有别的人啊？当时林秋实正在吃早饭，听到这话有些莫名其妙。别的人？什么意思？就是其他队员啊。张冕笑了起来，露出2个甜甜的小酒窝，看起来格外可爱。你没有见过他们吗？林秋实摇了摇头。哦，阮哥昨天带着我去见了其他队员呢，所以我有点好奇，我们团队到底有多少人？这个问题就比较敏感了，林秋实就算知道也不可能告诉他，况且林秋实还不知道。于是林秋实摇了摇头，示意自己不清楚。张冕哦了一声，倒也没有追问。与此同时，其他人也陆陆续续的到了桌子上，不多不少都和张冕说了几句话。林秋实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便是屋子里除了几个特殊的人之外，所有人说话的时候都在对着张冕笑。陈飞在笑，易曼曼也在笑，卢艳雪也在笑，并且还是那种灿烂无比的笑。这看得林秋实莫名其妙起来。程千里这货自不必说，而这屋子里唯一看张冕没笑的，就是本来就没有什么表情的程一泻。林秋实有点懵，一时间无法明白这屋子里的人到底都怎么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阮南竹依旧和张冕共同行动，2人都不见踪影。程千里私下里问林秋实吃不吃醋，当时林秋实正在看论坛，听到这话的第一反应是：吃醋？吃什么醋？你们包饺子了？林秋实，你还行不行啊？见林秋实还是不明白，程千里只好把话挑明。阮哥现在所有注意力都在新人身上，你就不觉得不甘心吗？进门也好，认识阮哥也好，明明是你先的。又不是谈恋爱，这还讲究个先来后到？你真的不吃醋啊？林秋实狐疑地看着程千里。要不要我把你哥叫来，把你脑袋里面的水拍干净？不了不了。听到他哥的名字，程千里秒怂，然后转身他就溜了。不过也不知道是不是程千里去和阮南竹说了什么，晚上吃过饭之后，阮南竹突然把林秋实叫到了走廊上。阮南竹点了一支烟，问林秋实要不要。林秋实委婉地拒绝。我肝癌。虽然林秋实这么说，但是这肝癌得的他自己都快忘了。哦，抱歉。说着阮南竹把烟掐了。你再忍一下啊，最多1个星期。林秋实还是不明白，阮南竹却不继续说了，他神情冷淡地扭头看了眼屋子里正在微笑着和众人聊天的张冕，抬手就在林秋实的头上轻轻按了一下，然后转身就走。林秋实全程都是一脸懵，他还是没有明白阮南竹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因为频繁地进入门里，
张冕的身体似乎有些支撑不住。最糟糕的一次是最近的一次入门，他甚至还因此受了伤，出来就进了医院。别墅里的人都去看望了张冕，同时表达出对他的敬佩。陈飞是和林秋实一起去医院的，他在医院门口买了袋水果。林秋实本来也想买，但是却被陈飞拦住了。哎，你别买，你角色定位都不一样。角色定位？陈飞见林秋实满脸茫然，愣了片刻说：阮哥没和你说啊？说什么？他现在觉得这一屋子的人都怪怪的。陈飞似乎从林秋实脸上的茫然明白了什么，他叹了口气：算了，没什么，再坚持1个星期就差不多了。到底在说什么啊？我现在是真的不懂了。张冕受了伤也不算太严重，林秋实去看他的时候，阮南竹坐在床边正守着他。张冕见到陈飞他们，勉强露出了一个笑容。陈飞对着张冕就是一阵嘘寒问暖，并且大方地表示：如果不行了，一定要告诉阮哥。虽然这是新人的必经阶段，但是我们呢，也是可以开后门的。我可以坚持跟上阮哥的节奏，我希望早日成为团队中的一员。陈飞闻言露出欣慰之色。哎呀，我们真是好久没有见过你这样素质高的新人了。你以后一定是我们团队的骨干。在旁边听的林秋实没敢吭声，和张冕进出门的强度比起来，他自己简直就是在新手村刷怪。看望完张冕之后，林秋实本来以为这样的日子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毕竟张冕是阮南竹看上的人。但是没想到，张冕恢复之后到别墅的第6天，这个人竟然突然的失踪了。第83集。那是一个早晨，林秋实照例到楼下吃早饭，却没有看到张冕的人。他等了一会儿，却见大家都是一副什么都没发生的表情。张冕呢？怎么没看到他？昨天晚上就跑了。陈飞啃着程一蟹做的松饼，随口说道：跑了？跑了是什么意思？林秋实心想，他们这又不是传销组织，什么叫跑了呀？字面上的意思啊，受不了阮哥的压榨，溜了。林秋实总感觉自己错过了什么重要的剧情。此时阮南竹正巧也下来了，他神情自然地坐到了林秋实的旁边，拿起松饼也开始慢慢地啃。面对林秋实从头到尾的茫然，阮南竹吃完松饼之后擦了下手，才慢条斯理地开始解释：过来给我们打工的。打工？白鹿内部人员，我们的熟人李东元。阮南竹说话向来都是这么简洁，不过倒是字字都是关键。林秋实瞬间就明白了怎么回事，他瞪圆了眼睛，满目都是不敢相信。黎东元？那人是黎东元？阮南竹点了点头。事情还没完，你们别露馅了。其他人也都高兴地点了点头。至于他们为什么那么高兴，为什么看见张冕就想笑，林秋实很快就知道了原因。阮南竹从自己兜里掏出一把小纸条，那小纸条的模样，只要见过的人都忘不了，那是门的线索。此时这些线索被放在了一起，就像不要钱似的，被阮南竹随手地抓在手里。林秋实看着这一堆小纸条无话可说，那句打工真的是太贴切了。所以他到底是来干什么的？林秋实无法理解李东元的脑回路。找人。陈飞笑眯眯地看了阮南竹一眼。找祝萌。
林秋实差点没被口水呛死。后来啊，发现找不到，就被阮哥疯狂压榨劳动力。见势不对，偷了阮哥屋子里的盒子就溜了。希望他不会以为盒子里是真的线索吧。阮南竹冷漠地笑了笑。林秋实看着阮南竹的这个笑容，却是突然想起门内世界阮南竹发现黎东元用的假钥匙，然后把他们骗了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哼，那个表情竟然和此时相似。居然是这样，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啊？程千里听完之后十分的愤怒。你们都演得那么开心，为什么我没有戏份？而程一泻面无表情地回答了程千里的质疑。因为你的智商不足以支撑这件事，有意见？程千里委屈巴巴地摇头，含着泪继续啃松饼。这屋子里没被告知真相的，好像就只有程千里和林秋实。程千里是智商不够，那林秋实……他想，是不是自己的智商也受到了怀疑？正想着，阮南竹就好像猜透他的内心一样，过来对他说：“没来得及。”哼，我信你个鬼！这有什么来不及的？虽然张冕走了，不过这个剧本还没有完，因为他们得向外表现出因为张冕写纸条逃跑而无比愤怒，然后黑曜石开始严查张冕的去向。黑曜石就是阮南竹这个组织的代称。当然这戏也没演多久，因为很快白鹿那边黎东元就发现了自己带走的纸条是假的，也明白自己暴露了身份，被当成免费的劳动力使用了很久。祝蒙没找到就算了，还被当猴耍。李东元气得给阮南竹打了个电话，他正欲诉至18连，阮南竹不咸不淡地说了声祝蒙也在。于是诉至18连瞬间就变成了温柔的问候。就听电话那头黎东元说：“蒙啊，你几岁了？结婚了没有啊？咱们见个面呗，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当时林秋实也在场，他听着黎东元那柔情似水的声音，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阮南竹直接把电话设置成了静音，也不知道黎东元在那边自言自语了多久，才发现这件事儿。他居然喜欢上了祝蒙。林秋实看着面前冷淡的阮南竹，对黎东元未来的情感道路感到悲哀和同情。祝蒙不好吗？好啊，有谁会不喜欢祝蒙呢？毕竟人就在面前，总不能当着人面说人家的坏话。那祝蒙好还是我好？阮南竹的思维方式似乎有些清奇。林秋实只见过和别人比的，没见过自己左右互搏的。面对阮南竹认真的表情，林秋实只能委婉地表示，两人各有各的特点，没必要硬是比一比谁好，况且再好也是同一个人嘛。阮南竹听了，满意的点了点头，走了。林秋实看着他的背影，深深的怀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精分呢？而黎东元那边似乎是被阮南竹坑惨了，他错把那纸条当真之后就去接了个活，然后最可怜的是那纸条上的内容居然还真的和他进入的世界有关系，阴差阳错之下他差点就翻车。于是那段时间黎东元天天给阮南竹打电话，企图对他进行人身攻击。阮南竹威胁他说再打电话就让祝蒙把他拉黑，于是黎东元这才作罢。不过由此看来，黎东元的确是对未曾谋面的萌萌姑娘情根深重。林秋实怜悯地想，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祝蒙就是眼前这个男人，他要是知道的话会是个什么表情。托黎东元的福，
他们收集了一大堆门的线索。林秋实一直不知道这线索到底怎么用，还是陈飞和他解释了。一般情况下，带着线索的人都会被分在不同的世界，也就是说，一个世界原则上最多出现一个带着线索纸条的人，但是也有例外。这个例外陈飞没有细说，想来应该是什么很不容易出现的特殊情况。有线索的人会进入线索所对应的门内，这样纸条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东西。但是线索也分了难度，比如前段时间阮南竹带着黎东元疯狂的接活，进的基本都是难度比较低的门，所以线索对应的门的难度也不高。比如林秋实想进的自己的第6扇门，就必须用上上次阮南竹拿到的第5扇门的线索。如果他带的是别的第2扇门的线索，就可能出现线索和该世界不对应的情况。也正因为如此，阮南竹如果要接活，就得不停地进出门内获得线索，以保证服务对象的安全。这是危险性比较大的工作，但是看起来阮南竹已经是非常的熟练了。把黎东元狠狠地坑了一把，按理说白鹿和黑曜石应该算结下了梁子，但是奈何还有那个祝蒙来充当润滑剂，所以黎东元倒也没有和阮南竹彻底撕破脸，甚至还委婉地表示他们可以合作，前提就是祝蒙要在。可以啊。阮南竹答应得很无所谓。黎东元也是过了第8扇门的人，实力肯定不弱，有个这样的人做保障自然是好事儿。而至于祝蒙，阮南竹想看心情再决定吧。第84集。林秋实休息了3个月，身体基本恢复的差不多了。本来没了工作，他还在担心生活来源，他正打算找点短工作，谁知道阮南竹却找他要了卡，然后往他的卡里打了50万。林秋实看着短信里的数字直发呆。南竹，你这是什么意思啊？生活费。啊？这里还负责发生活费的？当然不是白拿的。我有个客户的下一扇门时间差不多了，我准备带他一起进去，你一起吧。我能一起吗？我怕自己拖后腿。打 BOSS 之前总要多刷刷经验，门这种事情多进去几次就习惯了。阮南竹说着，看了一眼旁边在看恐怖小说面部扭曲的程千里。别拿程千里当例子。程千里在旁边听到阮南竹叫自己，他莫名其妙的扭头。阮哥你叫我啊？夸你呢。啊，嘿嘿嘿。林秋实觉得程千里真的是让人不忍心看，怎么能傻成这样？虽然内心有些惴惴不安和迟疑，但是阮南竹镇定的态度还是让林秋实的心情平静了下来。和林秋实说完这事儿的第2天下午，阮南竹就带着他见了客户。林秋实本来以为这客户是个普通人，却没想到居然是那个他曾经在第2扇门里见过的徐小成，也就是现实世界里一个十分火爆的女明星，真名叫谭早早。和门内害羞的徐小成不同，现实世界的谭早早走的是成熟性感风，一头波浪大卷发，穿着一袭红色的长裙，身材凹凸有致，很是吸引眼球。谭早早气势逼人，旁人很难驾驭，阮南竹却丝毫不逊于他。2个人面对面坐着，养眼极了。谭早早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你条件这么好，真的不考虑进娱乐圈？进了娱乐圈不也得来找我？这位你认识，于琳琳。”
谭早早开始根本没看林秋实，听到于琳琳这个名字，才将目光转到了林秋实的身上。大约是想起了门内的经历，谭早早的目光柔和了许多。你好，你比门内更可爱。谢谢。林秋实一个大男人被女孩子夸可爱，着实不是太高兴。他和我们一起进去，没问题吧？你没有问题，我自然也没有。合作愉快。阮男主点了点头，两个人又聊了一些细节，具体就是价格还有谁带线索纸条之类的事情。谈完之后，谭早早请他们吃了顿饭。吃饭期间，谭早早倒是对林秋实相当有兴趣，话题都围绕在林秋实的身上。到后面，阮男主却似乎有些不高兴了，他截断了谭早早的话，直言表示：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大家只是合作关系，不必了解的那么详细。可是我只想了解琳琳。阮男主放下了刀叉，我饱了。你面前的牛排才吃了一口呢。阮男主，你也太小气了吧。反正阮男主说吃饱了，其他人也拿他没办法。结果刚从牛排餐厅出来，阮男主就拉着林秋实去了旁边的饭店，又点了一桌子的饭菜。你不是饱了吗？又饿了。你为什么能说得这么坦然啊？感觉对待阮男主就像对待小孩似的，得宠着。林秋实无奈的叹息，但是也没有深究。阮男主说谭早早是个比较特殊的客户，一般他们接活都是不会和客户见面的，但是谭早早是阮男主的熟人介绍的，再加上他身份特殊，所以才会来这里和他在现实中会面。可是不和客户见面，要怎么才能和他进同一扇门呢？这是林秋实想不明白的地方。阮男主从兜里掏出了几个银镯子，这个，那银镯子很普通，只是上面雕琢着一些繁复的文字。这些文字林秋实没有一个能看懂。他伸手捏住了一个，感觉那个镯子入手之后便是一阵凉意，仿佛是用冰镇过一样。这镯子是门里面的东西。其中一个世界的。林秋实哦了一声，把镯子递了回去。接活一般在特别的论坛上，需要交纳巨额的保障金，除了保障金之外的就是劳务费。保障金会在客户退还镯子之后返还给客户。你们还有产业链啊？那当然，我们也是要生活的，总不能喝西北风吧？确实如此。但50万也太多了，那是买命钱。你觉得自己的命不值50万？他正要说自己不需要那么多的钱，就被阮男主打断了。林秋实哑然。每次进门都是巨大的风险，都有可能没办法出来。人没了，总要给外面的人留点东西。道理倒也是这么个道理。虽然林秋实无牵无挂，但是也理解阮男主所说的话。将死之人总会担心自己身边的人，儿子、妻子、父亲、母亲。人如果没了，总该给他们留下一些保障的东西。想通了这个，林秋实便接受了阮男主的好意。这是谭早早的第3扇门，具体进门时间应该是在1周之后。线索条我明天早晨告诉你。合作愉快。阮男主对林秋实伸出了手。合作愉快。林秋实笑了起来。之前的几次门几乎都是阮男主带着林秋实过的，这是他们两个正式意义上的第一次合作。林秋实虽然心中忐忑，但是又感到了一种隐隐的兴奋。门内的世界虽然可怕，但是身边的人却让他不再恐惧。无论是鬼神，亦或者是死亡，仿佛世间并无绝境。柳暗之处，终有花明。
第85集。在和谭早早对接之后，阮南竹很快确定了关于谭早早的线索。那是谭早早的第3扇门，总体来说难度不是很大，但是依旧要足够小心。而这次线索只有4个字：雨中女郎。阮南竹在给出线索之前便已经做好了功课，他简单地告诉了林秋实关于雨中女郎的大致情报。雨中女郎是一幅乌克兰画家画出的肖像画，这幅肖像画画出的是一个戴着黑帽子、面容惨白的女郎。女郎闭着眼睛，雨水顺着她的脸颊和帽檐滴落，她身穿黑衣，仿佛刚参加完葬礼。女郎面无表情的脸上是如同寒冬般的冷漠。林秋实也看到了这幅画，当然他看到的是仿制品。画中的女郎虽然闭着眼睛，但是如果有仔细观察，却会有一种她即将将眼睛睁开的错觉。整个画面的色调非常阴暗，带着一股雨水的潮湿感。这幅画的背景也比较特别，经手过3任买家，而3任买家最后都选择了退货。买家们纷纷表示，买了这幅画之后，便感觉被一个黑衣女郎如影随形地跟随着，甚至连梦境之中也不曾被放过。女郎开始离他们越来越近，他们受不了这样的情况，慌乱地将画卷退还给了画家。这幅画的确不太让人喜欢。林秋实看完之后便关掉了网页。阮南竹坐在他的旁边，把银色的镯子递给他，叮嘱林秋实未来几天都要戴在手腕上。但是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就是一进到门里就一定要记得第一时间把镯子取下来，别让其他人看到。是怕其他组织的人发现？这是其一。其实还有一个原因。什么？阮南竹看了一眼镯子，因为这镯子是被诅咒的东西。哦，对了，其实你的耳钉也是，只是效力没有那么强。林秋实条件反射地摸了一下自己耳朵上的耳钉，这东西被阮南竹强行钉到他耳朵上之后，几乎就没什么存在感。他平时也没有留意，听到阮南竹这么说，林秋实才有些惊讶。被诅咒的东西？不过别担心，这东西基本没用了，一般只能用来找人。阮南竹说完，林秋实放心地点了点头。不过说到被诅咒的东西，阮南竹从门里面带出来的那本笔记本，林秋实还是没有找到使用的方法。唯一能确定的是，那个笔记本是不能记录内容，因为写上去的东西都会无缘无故的消失。你不用急，那笔记本的作用可以慢慢摸索。好。接下来的好几天，林秋实的精力都放在了线索上，但是关于雨中女郎的线索并不多。现在这幅画已经被禁止展出了，理由是展出这幅画的时候，不少观众都出现了情绪波动，乃至于幻视幻听，而原画的作者也产生了严重的精神问题。当然，官方给出的说法是原画作者在画画的时候用了被药剂污染的原料和画布，至于到底是不是真的这样，没有人知道答案。现在这幅画到底在哪儿也是个谜，不过想来应该是封存了起来。谭早早知道了关于自己门的线索，他的情绪很放松，和门里面因为一点风吹草动就痛哭流涕的曲小成完全就是判若两人。谭早早对此的解释是自己的演技。阮南竹听完之后冷笑了一声。你笑什么？谭早早有些恼羞成怒。怎么，你连笑都不准人笑了？哎，你这次还穿女装？不穿。为什么不穿啊？谭早早好像有些失望似的。没有为什么。两个人交流的时候，林秋实就在旁边暗戳戳地挖着冰激凌吃。谭早早的目光移到了林秋实身上，他撒着娇说：琳琳，你劝劝她呀，让她继续穿女装吧。这穿不穿有什么讲究吗？唉，
这么好的底子，不穿女装多可惜呀。林秋实怎么感觉谭早早别有所图呢？很快进门的时间就要到了，因为才是第3扇门，谭早早对于时间的把控也不是特别好。于是某天晚上，林秋实正躺在床上睡觉，突然就惊醒。他感觉到一种惊悸，就好像原本熟悉的卧室变成了别的地方。果不其然，林秋实一睁开眼睛，便看到自己周围不再是墙壁，而是出现了12扇门。这12扇门形成了一个圆形，以他为中心把它包围起来。林秋实从床上爬起，迅速地换好衣服，找到了第3扇门，然后深吸一口气，拉开了门的把手。场景瞬间转换，一阵眩晕之后，周遭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林秋实的眼前出现了一座高大的古堡，这座古堡似乎有些年岁了，它矗立在一片茂密的灌木丛林中，灌木丛周围是密密麻麻的铁栅栏，将整个古堡围了起来。林秋实站在灌木丛的旁边，周围没有一个人。进门之后，他没有忘记阮南竹的嘱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套在手腕上的镯子取了下来。这还是他第一次进门之后独自一人的情况。好在刚进入门里，不会出现什么太过恐怖的场景。林秋实便一边观察着周围的景象，一边朝着古堡里面走去。这里的环境非常荒凉，灌木丛很久没有修剪，茂密葱郁，有些藤蔓开始遮挡住人的视线。铁栅栏外面是看不到尽头的浓雾，那浓雾仿佛是给人的警告，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要远离。林秋实走到了古堡门口，还没进去，就听到里面传来了嚎哭声。救命啊！我这是在哪儿啊？救命！救命啊！我要回家！救命啊！这是一个年轻女孩的声音，女孩的情绪似乎已经完全崩溃了，哭声凄惨嘶哑，让人心生不忍。然后林秋实听见有人在十分不耐地劝解：“你能不能别哭了？都哭了1个多小时了。哎，你要是实在不信，就自己出去看看去，看看能不能离开这儿啊。”林秋实听到这话的瞬间，对里面的情况了然于心。这大概又是每次必会出现的新人环节了。刚来到这个世界的人总会有些不适应，千奇百怪的反应也都能理解。林秋实这么想着，推开古堡的门，走了进去。第86集，林秋实看见门里已经聚集了5个人，或站或坐，都在古堡1楼的大厅里。他们见到林秋实进来也没打招呼，神色之中多是冷漠和猜疑。林秋实随便找了个地方坐下，便也开始观察周围。很快他就在人群里找到了自己想找的。他看见在人群的角落坐着一个穿着 T 恤牛仔的漂亮男人。那男人虽然坐在角落里，但也十分的吸引眼球，因为他的长相实在是太漂亮，特别是他眼角的那颗泪痣，更是平添了几分风情。男人虽然神情冷淡，气质疏离，看起来十分不好接近，但是周围的人却还是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到了男人的身上。林秋实隐约明白了阮南竹要扮成女装的又一个原因。漂亮的女人很多见，可是这么漂亮的男人却又很容易受到其他人的关注，乃至于吸引到本不该有的注意力。阮南竹也注意到了林秋实的目光，他眼神冷淡地看了林秋实一眼，便移开了眼神。那个嚎哭的女孩显然是个新人，她刚来到这个世界，对于这怪异的场景暂时无法接受，于是只能用哭声表达出此时自己恐惧的内心。女孩坐在沙发上，眼泪流个不停，
还时不时地用害怕怀疑的眼神看着周围的人。啊，这里到底是哪儿啊？你们放我走好不好？这是电视节目吗？我不想玩了，求求你们！都说了不是电视节目，你他妈的烦不烦啊？一到这儿就哭，哭的人脑门都要炸了。要哭，滚出去哭啊！去哪儿都是你自己的事儿，别在这烦我们。一个年轻男人终于受不了这姑娘的哭法，很是暴躁地吼着。女孩被吼得哭声一顿，她看着男人凶神恶煞的模样，硬生生地憋住了哭声，整张脸都涨红了。面对这样的场景，其他人都默契地装作没看见。其实早点接受现实才是最聪明的做法，只可惜面对环境的巨变，大部分人都很难迅速适应。这时古堡的门被人打开，又有人陆陆续续地走了进来。谭早早是最后一个进来的，她穿着一身橙色的长裙，胸前挂着朵白色的胸花，表情楚楚可怜，时不时地抽泣两声。只可惜此时有人占了她新人角色的定位。新来的那个女孩已经哭了1个多小时，却还是没有消停。被男人吼了之后，最多安静了5分钟，又开始啜泣。林秋实觉得自己的耳朵都快被他给哭麻了。古堡一共10个人，一半男人一半女人，其中新人有2个，一个是哭了2个小时还能继续坚持的泪水女孩，一个是进来之后躲在角落瑟瑟发抖的黑发少年。人到齐了之后，古堡里便响起了一阵沉闷的钟声。楼梯的拐角出现了一个穿着黑色管家服的男人。那个男人走到他们中间，对着他们露出了和蔼的笑容。各位终于来了，我的主人已经恭候多时，请吧。说完，他转身朝着2楼走去。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要发布线索了，纷纷紧随其后。2个新人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也不敢脱离大部队，于是他们也夹杂在人群之中，朝着2楼走去。这古堡非常的大，光是上2楼的楼梯就格外的长。走过了长长的楼梯，还有狭长的长廊。长廊上面灯光昏暗，只挂着一些微弱的油灯，而油灯的后面则是一幅幅画风奇特的油画。为什么说画风奇特呢？因为这些油画几乎看不出画中的主体，像是景色，又像是人。颜色在画布上面形成一种扭曲的姿态，给人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地板上厚厚的地毯消除了众人的脚步声，整个走廊寂静无声，唯有微光闪烁着。走廊的尽头有一扇半掩的木门，管家走到木门之前，弯腰拉开，然后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阮南竹走在最前面，他跨了一步便进入了屋子里。林秋实紧随其后，也看到了屋中的景象。原来这是一个饭厅，屋子里最中央摆放着一张巨大的餐桌，餐桌之上已经布置好了各式各样的食物。餐桌的尽头坐着管家口中的主人，那是一个戴着黑色帽子，穿着黑色长裙，脸型瘦长的女人。女人的脸色很白，白得几乎像纸一样，黑色的眼睛却有些大得过分，在黑暗的灯光之下，仿佛像2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一样。女人的嘴唇上涂着红艳艳的口红。此时女人正微微咧开嘴，对他们露出微笑，如果她那个表情能称得上是微笑的话。这个画面着实让人看着不舒服，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连带着一直在哭的新人女孩都有些惊惧地停下了啜泣声。这时管家的声音又传了过来：请吧，大家请好好享用美餐。阮南竹依旧是第一个动的，他随便找了个椅子便坐了下来，然后拿起备好的湿毛巾擦了擦自己的手。林秋实坐在了他的旁边，
其他人也陆陆续续的开始坐下。在所有人都坐好之后，女主人拿起了铃铛摇了摇，宣布开餐。女主人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话，就连表情都没有任何的变化。她沉默地拿起刀叉，开始慢慢地吃着桌子上的食物。林秋实用余光观察着这个女人，他注意到女人的手似乎大得有些过分，指节突出，指甲呈现出的是一种暗淡的灰白色。那双巨大的手小心翼翼地捏着冰冷的餐具，细细地切割着盘中带着血丝的牛排，随后将牛排插起，送进血色的口中。这个画面太让人觉得不适了。林秋实看了一会儿，甚至出现了一种对于女主人到底是不是人的怀疑。他收回了目光，他却注意到自己身边坐着的谭早早也开始对女主人发呆，好像着了魔似的。林秋实低低地咳嗽了一声，将谭早早的注意力抓了回来。吃饭吧。谭早早也察觉到了自己的不对劲儿，点头之后没敢再看，他开始低着头切牛排。这一餐的味道其实不错，无论是前菜、正餐，亦或者是甜品，口味都是十分正宗。只是这样的环境之下，大家实在没有什么心思品尝美食。阮南竹倒是一向心大，他从头到尾就没有表现出任何的不适应。他把所有的食物都吃得一干二净，连水果都没有放过。到后面就变成了所有人都在看着阮南竹吃。阮南竹倒也不觉得不自然，吃完之后擦了擦嘴，才放下了刀叉。在最后一个人停下进食之后，女主人站了起来，朝着门外走去。这时管家说道：请吧各位，主人要带你们去看你们期待已久的东西了。第87集，众人匆匆跟上，跟着女主人顺着蜿蜒曲折的楼梯一直往上。这座古堡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层。林秋实往上爬的时候数着楼层，女主人带着他们最终停在了第7层的位置。女人走到7楼走廊尽头，打开了一扇门，走入门中。大家都没有敢直接进去，而是选择在门口观察了片刻。面前的房间应该是一个画室，那里放着许多绘画要使用的工具，但是最吸引人目光的还是放在画室中间用白布盖起来的一幅画作。管家的声音在他们身后适时地响起：还有几天时间，大家最期待的画作即将完成。在剩下的几天时间里，请大家暂时按捺住激动的心情，欣赏一下古堡之中的其他景色。等到主人完成画作后，一定会给大家好好品评。林秋实听到这话，算是明白了他们的身份。他们大约是作为那女主人画技的崇拜者出现，而他们则需要在这里熬过几天，直到女主人的画作完成。而从目前的信息看来，出门的钥匙也可能和女主人最终的画作有关。各位不要打扰我主人继续创作。今日时间已经不早，请大家早些回各自的房间休息。管家说着，又将众人带回了楼下。他们住的地方是3楼，一人一间，房间的钥匙是随机分配的，上面的数字对应的是各自的房间。林秋实运气不错，正好和阮南竹是对门，倒是徐小成比较倒霉的被分到了一个角落里的房间。他捏着钥匙，不满意的嘟囔了好一会儿。房间很大，装饰也很漂亮，
只是无论从那一张尺寸惊人的大床，亦或者是风格繁复的梳妆台，都能感受到其中透出的年代气息。古堡的主人大约是十分喜欢画画，就连屋子中央都挂着一幅画作。这幅画似乎是雨幕下的古堡，色调很暗。林秋实看了一眼，便把这幅画从墙上取下来盖在了地上。因为线索是雨中女郎，林秋实觉得出事儿肯定会和画有关系。他洗漱之后便上了床，上床之前照例检查了一下手机，毫不意外的看到手机上没有信号。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儿，等到时间差不多，便爬起来去对面悄咪咪的敲了敲门。嘎吱一声轻响，阮南竹给林秋实开了门。南竹。林秋实进去之后，他注意到阮南竹的房间也有一幅画，这幅画似乎画的是古堡门口的灌木丛，天气依旧是雨天。阮南竹似乎是刚洗了头，头发湿漉漉的，他一边擦着头发一边说：有什么发现？她和雨中女郎长得太像了，几乎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的确。林秋实说的是女主人，只要看过雨中女郎那幅画，再看见古堡的女主人，绝对会将他们两个联系在一起。阮南竹指了指挂在墙壁上的画。你房间也有？对，内容不一样，是画的古堡。取下来吧。已经取了。谭早早那边怎么样？我待会儿过去看看，不行就把他接过来住。你没什么想说的？林秋实以为阮南竹在问他线索，他摇了摇头，表示自己没有发现更多，明天再看看。算了，没什么。其实如果可以，林秋实自然是愿意和阮南竹住在一起的，因为这样两个人都有个照应。但是奈何这次还有个谭早早需要照顾，所以林秋实就只能将就一下。又和阮南竹说了一会儿话，林秋实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结果他一进屋子就愣住了，只见刚才被他从墙壁上取下来的画，居然又回到了墙壁上。林秋实沉默了片刻，他上前又把那幅画给取了下来。这次他没有放在墙角，而是打开抽屉，把画放在了抽屉里，然后又用凳子把抽屉给抵住了。夜幕降临，窗外开始刮起了风。林秋实躺在床上，听到微风穿过树梢，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卧室的天花板上挂着一个漂亮的水晶灯。林秋实盯着那个水晶灯开始发呆。他知道自己该睡了，但是怎么也睡不着。他想要强行放空脑海，可却越来越清醒，越来越精神。风越刮越大，林秋实闻到了一股属于雨水的腥味儿，那是雨滴在干涸的大地上独有的腥臭。这味道本该很淡，此时却越来越浓郁，甚至让林秋实的鼻腔都开始充斥着那股子潮湿的气息。林秋实一直看着天花板的目光突然愣住了，不知道何时，他的头顶浮现出了一块明显的水渍，在洁白的墙面上显得非常扎眼。林秋实用力地揉了下眼睛，那块水渍还在，这不是他看错了。可是他的楼顶上不应该是房间吗？怎么会漏水呢？林秋实觉得情况有些不妙，那水渍越来越明显，黑漆漆的一团，像是在蠕动变化。他不敢再躺在床上，他起身开灯，灯光亮起之后，林秋实再看向天花板，却发现天花板上面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这是幻觉，亦或者是提示？林秋实尝试性的关掉灯，果不其然，灯光熄灭之后，黑色的水渍又出现了，并且和刚才相比，水渍又大了一圈。
而且这个水渍还开始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图案，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女人的侧脸。林秋实又把灯打开了，他环顾四周，起身走到了窗边，把窗户拉过来，然后放下插销锁上。外面已经开始下雨了，雨不大，但是声音却非常的清晰，雨点淅淅沥沥落在树叶上，打出清脆的节奏。林秋实朝着窗外望了一眼，他看到了雨幕中的花园，花园的最深处似乎出现了一个黑色的人影。那个人影穿着雨衣，戴着黑色的圆帽，静静地立在灌木丛里，凝视着面前的古堡，仿佛那人是个来客，又仿佛是个归人。但是林秋实再看一眼，那个人又好像变成了树的影子。林秋实想，是不是自己紧张过度，产生了错觉呢？第88集。这要是在现实世界里，遇到这样的事情，大概都会觉得自己神经敏感，想得太多了。但是奈何这不是现实世界，而是诡异的门内世界，所以林秋实不得不多想些什么。他仔细观察了一下窗外，确定灌木丛中的人影消失不见了，他才回到床上。这次他没敢关灯，而是开着灯试图入睡。虽然睡意非常的浅薄，但是林秋实试图回忆自己躺在阮南竹身边那种安心的感觉之后，居然真的朦朦胧胧地睡了过去。阮南竹当真不愧是安眠药精，想一想都能有作用。第二天早上，林秋实被闹钟吵醒，他简单的洗漱之后，便打算去找阮南竹。昨天林秋实没有睡得太好，眼睛底下还挂着浓浓的黑眼圈，镜子中人的面容依旧是陌生的，但是如果仔细看，还是会觉得和现实中的自己在气质上有1-2分的相似。林秋实换了身衣服，去对面敲响了阮南竹的房门。房门嘎吱一声开了，可是开门的人居然是谭早早。谭早早的脸色比林秋实还难看，一副彻夜难眠的模样。他没好气儿地给林秋实说了声早安。早。早。阮南竹也才起床洗漱完的样子，下巴上还沾着水滴。阮南竹刚走出浴室，听到林秋实的声音，转头冲林秋实打了个招呼。谭早早气呼呼地去了洗手间。林秋实莫名其妙，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了谭早早生气的原因。这个姑娘竟然在屋子里打了一晚上的地铺，打地铺的地方就在阮南竹的大床旁边。林秋实看着地铺愣了几秒。他睡地上了？不然呢？我可不喜欢和别人睡一张床。林秋实想起了自己和阮南竹一起睡的那些日日夜夜。等一下，这个说法怎么听起来怪怪的？你除外。林秋实听着这话有点不太好意思，于是他岔开了话题。昨晚睡得怎么样？挺好，床不错。这床的确很大很软，躺上去非常的舒服，只是再怎么舒服，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像阮南竹这样坦然的享受。谭早早洗脸刷牙出来之后，一直在嘟囔：也太不是个人了，居然让一个女生打地铺，害得我浑身酸痛。阮南竹开始没理他，见他没完没了之后，不咸不淡地说了句：不然今晚你睡床。啊？真的吗？我可以去和琳琳挤一挤。你们这对狗男男。谭早早当然不敢答应，昨天就是发现事情不对劲儿，他才害怕兮兮地跑到了阮南竹的房间来凑合一晚上。如果真的敢一个人睡，
他又何必跑过来躺地板呢？这一天的早餐是在楼上进行的。林秋实本来以为这古堡就只有管家和主人，却没想到竟然还有几个仆人。这些仆人送来早餐之后便迅速地离开了。这些人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麻木的样子，与其说是人，倒更像是没有感情的木偶。吃早餐的时候，昨天见过一面的主人也出现了。他依旧穿着那身黑色的长裙，戴着那顶奇怪的帽子，坐在窗户边上，用那双白色的大手抓起食物，慢慢地塞进嘴里。没有人敢和他搭话，餐厅里的气氛安静得吓人。好在吃完饭之后，主人便再次消失。按照管家的说法，主人应该是去了楼顶上的画室。管家说，接下来是自由活动时间，有几个地方大家最好不要去。一就是楼顶的画室，二就是6楼放画作未成品的仓库，其他地方他们可以随意参观，但是要注意，主人不喜欢别人碰他的画。管家说的这些内容，大家都仔细地记了下来。队伍里甚至还有人在仔细地做笔记，就怕听漏一个字。管家说完之后也走，留下10个人在餐厅里。我要出去看看，有人一起吗？团队中有人开始站起来，想要出去寻找钥匙的线索。于是陆陆续续地离开了2队人，基本上都是2个一组。林秋实正要去邀请阮南竹，便看到那个新人小女孩扭扭捏捏地走到阮南竹面前，小声地开口说：小哥哥，你有队友吗？能不能带带我？我好害怕哦。这小姑娘模样不差，楚楚可怜的模样也确实让人生出了怜惜之情。只可惜阮南竹是什么人？那是专业的女装大佬，她扮起姑娘来可比眼前的小姑娘演技强多了。所以连林秋实都能看得出阮南竹的内心毫无波动，甚至还想再吃个白煮蛋。阮南竹干脆地拒绝了：不能。可是我真的好怕，我会努力不拖你的后腿的。小姑娘又开始泪水连连。阮南竹挑了挑眉，私下里给了谭早早一个眼色。谭早早心领神会，站起来走到小姑娘旁边。不好意思啊，我昨天就约了他了，你还是找别人吧。那小姑娘看见谭早早，眼神里出现了一丝不忿。她正要再说什么，阮南竹却已经站起来，对着谭早早招了招手，示意出发。谭早早跟在她后面，2个人一起出了门。林秋实坐在旁边，也找借口走了。看来阮南竹扮姑娘的确有不少好处，至少不用担心还有别的姑娘来找他组队。那个新人不太对劲。出去之后，阮南竹说了这么一句。谭早早倒是没看出来。哪里不对劲啊？他昨天哭得那么惨。阮南竹看了谭早早一眼。你觉得胆子那么小的人敢来找我组队吗？哦，也对哦。阮南竹的漂亮并不是那种温和的美，相反充满了侵略性和疏离感。她就像一朵丛林中艳丽的花，在用耀眼的颜色告诉旁人这朵花是有毒的。扮作女人的时候还可以示弱，但是穿着男装的阮南竹显然并没有让自己处于弱者地位的习惯。她坐在那里不过是挑了挑眉头，便让人不由得退缩，根本不敢靠近。这样一个人，就算是林秋实也不会想着和他组队。谭早早和他们一边走一边观察着旁边的画面。万一是色令之婚呢？嘿，也说不定嘛。主动和我组过队的人不超过10个，没一个是新手，他不会是例外。假装自己是新手，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不容易让其他人产生警觉，坏处就是一旦身份被识破，就会成为整个团队排斥的目标。毕竟谁也不知道这个人假装新手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第89集。这座古堡太大了，光是2楼一层就有无数个房间。他们从2楼走到3楼，看见唯一的相同之处便是这古堡里面无论何处都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画，乃至于上厕所的地方都没放过。林秋实对艺术不了解，他也不知道这些画的画工如何，但是他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这些画给人的感觉都很不舒服。如果可以，他宁愿用白布全部盖起来。我们是不是不能碰画呀？谭早早也想起了管家说过的话。不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用词？主人不喜欢。林秋实还记得管家说的原话。对，是主人不喜欢，而不是绝对不能碰。阮南竹的脚步停在了一幅画面前，他的眉头突然皱了起来。谭早早见他脸色不对，问道：哎，怎么了？没事。你对画画了解吗？不清楚，没学过。哦，我也不了解。看来我们3个从画里是看不出什么了。去楼上的房间看看吧。林秋实答应了一声，3个人便顺着楼梯开始往楼上走。这楼梯是木头的，踩在上面会发出清脆的哒哒声。通往楼顶的道路也不止这一条，在古堡的2侧都有石头楼梯可以从1楼爬到顶楼。古堡里大多数的房间都上了锁，只有小部分开着。这些开着的房间里几乎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画，依旧是有人物有景色。然而在他们正在商量去楼顶上画室看看的时候，楼下却突然传来了一声惨叫。那是女人的惨叫声，一声即止。等到其他人都到达的时候，惨叫的人已经不见了，只有空荡荡的楼梯。团队中一个中年男人发问：刚才谁在叫？不知道，我们也刚到。你从几楼赶过来的？3楼。我们在6楼。那叫声肯定是在3楼4楼之间。因为这个声音很大，大部分人都陆陆续续的到达了叫声所在的位置。很快他们便发现了惨叫者的身份。他叫小苏，是和我刚组队的。说话的是一个男人，只是他的表情充满了惊恐。他刚才说要去上厕所，结果就不见了。你们在几楼？顶楼。顶楼没厕所，所以他想下来。结果却出现在了3、4楼之间，并且在发出惨叫之后就消失了。门内的世界，消失便等于死亡。只是没有人知道那个女孩到底是如何触发了死亡条件。再找找吧，万一是什么误会呢？好像也只能如此了。不过短短几十分钟就失去了同伴的男人似乎大受打击，他瑟瑟发抖地加入了另外一个2人组。阮南竹看了林秋实一眼：我们要不要去楼顶看看？好。你们真是哪里危险就往哪里跑，也不怕出事儿。要出事在哪儿都能出，早点搞到钥匙出去才是正事。这种想法就是你们新手的误区，有些事情不是躲就能躲掉的。谭早早哼了一声，没有再说话。这些事情说着容易做着难，真能像阮南竹那样坦然面对死亡和鬼怪的话，也不知道还要在门里经历多少次险恶的绝境。他们一路往上，很快就到达了古堡的8层，也就是楼顶。楼顶是一个古旧的阁楼，依旧放满了画作，只是这些画作似乎和楼下的略有不同。林秋实观察了一会儿，才恍然道：这些画是不是新画的？应该是，还有颜料的味道。谭早早的脚步突然停在了一幅画作面前，他的神情之间出现了些许疑惑，迟疑片刻之后才说：啊，你们来看看，
这画是不是有点奇怪啊？林秋实走到谭早早身后，看到了谭早早口中那张奇怪的画作。的确很奇怪，这画作画的是一个女人的背影，风格是一向的扭曲，女人的背影被无限的拉长，绕着楼梯一圈又一圈，像是什么巨大的漩涡。你觉得像什么？女人的背影。如果光看内容，基本很难认出画里面画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无论是谭早早还是林秋实，在看到这幅画作的第一时间想到的却都是同样的内容，那就是一个惊恐的正在爬楼梯的女人，她好像在被什么东西追逐着，背影里面透露着难以言喻的恐惧。新画的，颜料都没干。这时阮南竹的声音传了过来，谭早早和林秋实对视了一眼，想到了同样的事情。谭早早摸了摸自己胳膊上的鸡皮疙瘩，这该不会是……估计是，可以让那个女生的男伴过来看看。阮南竹的目光凝固在画作上，缓缓地说着：“看看，这是不是他消失的队友？”那个叫小素的女孩只是想上个厕所而已。她从7楼下来，在6楼匆匆寻找厕所。古堡里厕所很多，她很快就在6楼尽头找到了自己想找的地方。进了厕所，小素找了个隔间，正想坐下，却注意到自己的面前的墙壁上挂了一幅奇怪的人像画。那是一个戴着黑色帽子、穿着黑色长衫的女人，女人脸色惨白，眼睛半闭着，雨水顺着帽檐滑落下巴。那张脸又白又长，让人觉得莫名的瘆得慌。古堡里的画大多都是抽象派，画出的东西在不知道背景的情况下几乎很难辨识出到底是什么。但是眼前画卷的内容却是非常的清楚，甚至于小素第一眼都怀疑这是不是古堡女主人的自画像。这画或许是什么重要的线索。小素站了起来，她走到画卷的面前，想要仔细的观摩。然而鬼使神差的，小素在靠近画卷之后，竟像是着了魔似的，对着画卷伸出了手。等她清醒过来的时候，手掌已经按在了画卷上面。小素猛然惊觉，收回了自己的手。她感到自己手上湿漉漉的一片，还带着一股子雨水之后的泥土气息。小素再一抬头，画卷却是变了。小素瞪圆了眼睛，愕然地看着面前的画。画还是那幅画，只是画中那个脸色惨白的女人不见了踪影。小素见到此景，再也不敢停留，她转身狂奔而去。她想上楼去找自己的队友，脚踩在结实的木质楼梯上，发出一连串急促的响声。清脆的脚步声在古堡里回荡着，小素跑呀跑，围着楼梯跑了好久。可是眼前的楼梯仿佛没有尽头的在轮回，所有的景象都凝固了，只有眼前的楼梯还在不停地向前延伸。第90集。剧烈的喘息着，小素浑身上下全是汗水，她的体力消耗殆尽，终于快要跑不动了。然而哒哒哒的脚步声居然还在响，小素又闻到了那股子雨水的味道。她浑身颤抖着扭头，看到了一个黑色的影子静静地立在楼梯的入口处。不，那不是黑色的影子，那是一个穿着黑衣的女人。她的身上被雨水淋湿，脸色苍白无比，右手拿着一个巨大的画框，
黑色的瞳孔如同2个黑洞，死寂地凝视着面前的小素。小素浑身剧颤，张口欲言又说不出话，她手脚并用，用尽最后的力气，哭喊着往前爬了过去。脚步声又响起了，只是这次的脚步声不紧不慢，就这样跟在小素的身后。小素浑身上下都是汗，整个人如同被水淋湿了一样。她连最后的力气也用尽了。此刻，小素只能像一滩烂泥似的趴在地上，无法动弹。女人走到了小素面前。屋子里是干燥的，但是女人身上的水滴却在源源不断地往下淌，甚至还有一部分滴落在了小素的身上。小素仰起头，她看见女人掏出一幅画框，女人惨白的脸上出现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扭曲的笑容，那涂满了红色口红的嘴咧出一个骇人的弧度。随后，女人挥舞着画框，对着小素重重地砸了下来。小素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黑暗便袭击了小素的双眸。她感觉到身体开始变冷，意识开始变得模糊，一切都结束了。在楼下的男伴很快回到了楼顶，确定了林秋实他们看到的猜测。男伴在看到画卷的第一时间就开始嘶吼，他的神情恐惧至极。就是他，他穿的就是这身衣服。万一这画是昨天画的呢？你们那么确定吗？不可能是昨天，是吧？他昨天没有穿这身衣服，这衣服是今天换上的。男伴的表情几乎要崩溃了，他想要摸一摸那画卷，但是又不敢伸手。古堡里面的确是给他们提供了新的衣服，并且非常的漂亮。林秋实在自己的柜子里也看到了那些衣服，但是整个团队里其他人几乎都没有换，毕竟这是在恐怖世界，随便换衣服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只是不知道这个叫小素的姑娘为什么会突然换了身衣服。她被变成花了，她被变成花了。他在去厕所之前，你们在做什么？面对这样骇人的事实，阮南竹的态度却依旧非常冷静。仔细说一下。没做什么，我什么都没做，只是到了这里看了一下画，然后他就要去上厕所。有什么特别的画吗？没有，没有。走，去6楼的厕所看看。于是他们又跑到了6楼的女厕，检查了一圈之后，厕所并没有特别之处，但是林秋实总觉得有什么违和的地方。他看着阮南竹，眉头也皱了起来，显然阮南竹也有同样的疑惑。等等，林秋实突然想起了什么，他环顾四周，终于确定了有哪里不对。这个房间里为什么没有画？这句话一出，大家都觉得不对劲儿了。古堡当中几乎就没有地方不挂画，无论是厕所、卧室、书房、走廊，几乎在每个角落都会保证挂着一幅装帧起来的画卷。但是眼前的厕所却没有挂，找遍了每个角落都没有画的影子。确实没有，是本来就没有，还是原本有的画被人取走了？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唯一知道答案的人已经变成了画的一部分。死一般的寂静在人群之中蔓延着，而古堡钟声的响起打破了这种沉寂，这是宣布午饭时间的钟声。众人听了之后都开始朝着2楼走去。虽然气氛恐怖，但是该吃的还是要吃，该睡的还是得睡。今天的午饭依旧是牛排，大家都没什么胃口，除了阮南竹。阮南竹动作优雅流畅，切牛排这种事情硬是被他切出艺术感。大约是他吃得太香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了阮南竹的身上。
阮南竹显然习惯了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他非常淡定地吃完牛排，擦了擦嘴之后说：怎么，不合口味？没，就是有点没胃口。好好吃吧。阮南竹环顾四周，笑了笑。说不定就是最后一顿了。这样说不吉利吧？难道说几个吉利话就不用死了？恭喜发财，长命百岁。林秋实哭笑不得。不过阮南竹说的话的确有道理，死亡这种事情向来不会以人的意志为改变的，倒不如冷静下来，享受活着的每一分钟。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能做到的却没几个。在阮南竹的好心安慰之下，林秋实也只好吃了几口。这次女主人没有参加他们的午餐，直到他们快要离席的时候，女主人才姗姗来迟，和众人擦肩而过。虽然只是一面，但是林秋实还是注意到女主人苍白的脸上多了一分艳足之色，仿佛她刚吃了什么美妙的食物，就连眼角和眉梢都是喜悦。尽管这种喜悦在那张怪异的脸上只会让人觉得害怕。吃过午饭之后，阮南竹提议道：我们去睡个午觉吧。行啊。谭早早昨天就没睡好，今天一上午都没什么精神。谁知道阮南竹却瞅了他一眼。你还是打地铺。你就不能让我睡床吗？你自己房间的床随便睡，至于我的床，你暂时还没那个资格。阮南竹，你这个杀千刀的！睡床是不可能睡床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睡床。地板又直又硬，我超喜欢睡在上面的。躺在地铺上的谭早早如此安慰自己，在阮南竹无情的拒绝之下，最终还是变成了两个大男人挤一张床，谭早早弱小可怜又无助的去打地铺的情况。当然，谭早早在打地铺的时候还不忘在心里小声的骂道：希望林秋实晚点再开窍，熬死阮南竹这货。